为什么说美国的霸权难以被撼动？很多人在说美国正在衰落，霸权正在瓦解，从债务问题、社会分裂、政治乱象，到去美元化浪潮、制造业回流失败，听上去美国好像正在一步一步的走下坡路。但是如果我们冷静的分析一下，就会发现，虽然美国的问题很多，但是它的霸权基础仍然极其的坚固。我们来看一看，为什么美国的霸权仍然如此的难以被撼动。美国霸权的第一根支柱是美元霸权。美元不只是美国的货币，它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货币。现在全世界大约60%的外汇储蓄是美元。石油、天然气、粮食、黄金、铜等等这些大宗商品，基本都是用美元来结算。各国之间的大额贸易、国际债务、金融衍生品也大部分依赖于美元体系的运行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主要是全球贸易还在进行，只要资源还在流动，世界就离不开美元。而当美国需要钱的时候，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印钞。听起来很夸张，但这个就是现实。其他国家印钱可能引发通胀、汇率崩盘，而美国印钱，全世界却在买单，因为大家需要美元。美债被视为全球最安全的资产。全球资本一旦恐慌，第一反应不是买黄金，而是买美元、买美债。这就是美元霸权的可怕之处。它不是靠道德维系的，而是靠整个世界的依赖系统维系的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些人不服气，那么可以试想一下，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替代美元，首先这个国家的货币能够自由兑换吗？其次，能够让世界主要商品按照这个国家的货币定价吗？最后，在经济动荡的时候，能够轻易换成世界上任何相对稳定的资产吗？所以，一个货币能不能成为世界货币，从来不是靠口号，而是3个关键的因素：信用、使用和流通。也就是说，你相信它吗？你敢使用它吗？它能自由流通吗？这就是美元为什么至今仍然难以被替代的根本原因。美国霸权的第二根支柱就是军事的霸权。再来看看美国真正的底气，军事的实力。美国的军费开支等于全球前10几个国家的总和，在全国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军事基地，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，而大多数国家一艘都没有。更恐怖的是，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在48个小时内把军事力量投射到全球任何角落的国家。无论是在中东、亚洲、欧洲、太平洋、美洲，只要美国愿意，它就能到达。这背后的意义是，它不仅是在保护自身而安全，也是在掌控世界的安全规则。有人说国际社会讲的是道理，但现实是没有军事实力的国家连讲道理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嘴上反美，身体却很忠实，因为你无法忽视它的存在。美国霸权的第3根支柱是科技的霸权。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命运的，从来不是土地的大小、资源的多少以及人口的数量，而是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。在这一点上，可以说美国几乎掌控着世界上最核心的科技。芯片设计有英伟达、AMD、英特尔，操作系统有 Windows、iOS、安卓，人工智能有 OpenAI、Google、Meta，航天领域有 NASA、SpaceX，生物科技有瑞辉、强生、莫德纳。但更重要的是，美国不仅掌握技术，它还掌握技术的专利标准。行业认证、技术联盟、
科研话语权、学术话语权。简单说就是一句话：美国不仅参加比赛，他还负责出题、定规则、当裁判。你可以有技术，但如果你的技术不符合他的标准，那你就很难进入全球市场。这是非常隐形却非常致命的控制力。美国霸权的第四根支柱是规则的霸权。世界上真正的权力并不是在总统的手里，而是在规则里。来看看美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全球机构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、世界贸易组织、国际清算系统、国际信用评级机构。这些机构的规则原理上是全球定制的，但实际上却深刻地体现着美国利益与价值的体系。谁是好国家，谁有信用，谁可以被制裁，谁可以得到救助。在很多关键的时刻，裁判和球员是同在一个阵营的。所以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现实：有的国家错了，叫发展中的失误；有的国家错了，叫威胁世界的安全。最终的解释权往往并不在于事实，而在规则当中。这就是所谓的规则霸权。很多国家不是输在实力不够，而是从一开始就放进了一个对自己不利的规则体系中。美国霸权的第五根支柱是文化与世界的思想霸权。美国的强大不仅体现在军舰、美元和芯片，更加体现在文化与思想当中。好莱坞的电影、美剧、流行音乐、NBA 个人主义、美国梦的叙事、成功学、自由平等奋斗故事，这些内容几十年来不断向世界输出一个信息：美国等于先进、自由、机会和未来。很多人嘴上说反美，但生活中却用着装有美国操作系统的手机，看着美剧，听着英文歌，追着 NBA，用着美国的电脑软件。这就是真正的软实力。它不是在压迫你，而是让你不自觉地向它靠近、模仿、认同和依赖。美国的霸权之所以难以被撼动，不是因为它完美，而是因为它同时拥有美元、军事、科技、规则和思想这五根支柱。它们彼此的支撑，构成一个极其稳固的系统。想要挑战美国，不是打败一个国家，而是要重建一整套世界运行的逻辑。所以，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会不会衰落，而是在它衰落之前，谁有能力建立起一个新的世界系统，这才是未来真正的关键。大多数人眼中的美国衰落，集中在三个维度：经济层面，债务高企，34万亿美元国债；制造业外流，富士康撤离威斯康星；通胀高企。政治的层面，两党恶斗，国会停摆风险，社会撕裂，红蓝州对立，国际形象下滑。乌俄乌冲突中的拱火争议。科技的层面，5G 落后于中国，航天领域被 SpaceX 抢风头，AI 竞争中被 OpenAI 反超。美国的衰落更像是一场相对差的视觉魔术，不是他自己在倒退，而是中国跑得太快，缩小了差距；不是他真的不行了，而是我们被信息筛选后的局部真相误导了。2025年美国的 GDP 增速预计2.7%，远高于欧元区的1%，日本的1.1%。人均的 GDP 达8.9万美元，是人口超千万国家中最富有的。中国约1.3万美元。更关键的是，美国是全球唯一消费、科技、军事三轮驱动的经济体，美元霸权占全球支付40%，华尔街金融体系、硅谷创新生态仍是其他国家难以撼动的壁垒。
美国仍是全球第二大制造业的国家，且在高端制造发动机、医疗设备、航空领域占据绝对的优势。所谓制造业外流，更多的是低端产业的转移，而非整体的衰退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订阅。